这是我见过最像外星球的风景。行走在灰白色岩石上，像极了走在巨大外星生命的脑花上。这可以列为我目前为止来过的最奇特的地方。就像苹果里边的那个壁纸，它应该会离得更近一点点啊。但是我第一张从这边开始拍吧。这是你的壁纸。我的壁纸。橘红色的岩层宛如血肉一般，而指引我们来到这里的是2020年的一张苹果电脑壁纸。大家看，我们来到了苹果壁纸里的世界。从2013年，苹果的电脑系统开始以美国的国家公园命名后，每年都会附赠很多优美的壁纸，而这一张一直让我印象深刻。本以为是电脑生成出来的荒诞风景，然而直到最近，小螃蟹告诉我说那是美国西部荒漠里真实存在的一个地方。所以，欢迎来到美国，我们一起走进苹果壁纸里的世界。真的是非常非常辽阔的风景。我觉得美国西部它有着自己独特的色彩，像现在这个日落，它的这个好红啊，刚刚拍。哇，哇塞！我们要去的地方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边境，最近的能直飞的机场是洛杉矶，那么单程的距离至少是1121公里。而我在做攻略阶段就感受到美国和我们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几乎没有巴士和火车这样的公共交通，因为美国被誉为车轮上的国家，平均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辆或多辆汽车，再加上发达的公路网络，导致大家都偏好自驾出行。而我们的老朋友说难得来到美国，给我们准备了回头率绝对高的车型。哇塞，太帅了，哈哈哈，真的牛哎！哎，而且这儿就是不用前面挂车牌吗？大家可能注意到了，这次有2辆车，就是因为我们初次来到美国，心里有诸多不安的地方，所以叫上了好朋友瓜哥和 Cherry 一起出行。我们取完车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 Costco， 因为美国乡下有非常多没有信号的无人区，而为了进入苹果壁纸里的那片荒漠，我们还需要进行沙地越野，所以在超市备好物资是登陆美国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哇，头一回逛 Costco， 这边的东西都好大呀！哇，这还有柴油发动机，什么都有。我们这个整了一大桶水，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真的大呀！太震撼了！这一包薯片这么大，这我一个人你可以我吃好几天。OK， 没有见过什么世面。食物和水其实都是我们出门旅行的常规物资，而这次既然来到美国，我们自然要弄个美国特产来丰富这次的旅程。Thank you, sir. Thank you. 哇塞 ，get 到了 Starlink。一切准备就绪，我们终于可以出发了。我们左前方就是洛杉矶的downtown。我们这又算是又多来了一个国家，然后并且在这边自驾。每个国家呢，它的汽车文化都不一样。我的感受就是到了美国之后，发现以皮卡居多。去看一下这个日常北美人民的皮卡兜里到底有些什么东西。大失所望。哇，这是什么沙子、木板，一些乱工具，这个非常的 America。前面走左边2车道啊。大家看这个美国的高速不太一样哦，它最左边的这个只有2个或2个以上乘客的才能够走这条路线。这种被称为 HOV 车道，因为美国近乎人均拥有1辆车，所以街上跑的车里大都只有1个人，这样路上车的数量就会增加很多。而这种快速车道仅允许2人以上才能通行，就是鼓励多人拼车，提高通行效率，减少交通拥堵。这个好像还真是美国特色。然后并进来之后，这个车道的速度基本上就不受你控制了，车流什么速你就什么速。美国的高速大都免费，最高限速普遍可以达到120公里每小时。但即使是这样，我们的目的地也远在2个州之外，还相隔了1个时区。但这正是公路旅行的精髓所在。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欣赏窗外的风景。很快，我们就彻底离开了城区，正式进入了广阔的美国西部。右边这条路就是高速边上的小路，就是66号公路。哇，我现在脑子里都出现《守望先锋》那句话了，欢迎来到66号公路。哇塞，哇，不开玩笑，这彩虹好明显，特别。These days are running slow. Sunsets and shores far from home. Headlights are shining on the sea. No place on earth I'd rather be. And I could try to just follow the swell, but I'll never find this anywhere else. 我突然意识到，我在美国现在为止看到的这些风景，这种色彩啊，跟柯达的炮塔的胶卷好，有极高的相似度。真的真的。每一个地方的人都是通过他当地的这个风景的启发来创造出来这些东西。终于经过2天1000公里的驾驶，我们抵达了入口前的最后一个加油站。对，我想问一下，就是它上面写的那个就是单价吗？这个这儿是单价。美国这边的汽油标号不太一样，87号相当于国内92，91相当于国内的98。因为西部这边也产油，所以价格还算比较便宜。92号汽油每加仑3.59美元，相当于每升6块8毛7人民币。马上要进入没有信号的地方，我要把补给做好。最后这个加油站真的太好看了，走到哪里都是电影里面的画面。加完油之后，我们会先面朝大峡谷，行驶完最后一段43公里的铺装道路，接着再右转开始越野。OK， 我们要进非铺装道路了，把底盘调高。他们也是吗？这种路暂时没有问题，刹车。我们现在为什么还是让他们走前面呢？就是因为他的是雪胎，我的是 AT 胎，我这个越野能力肯定比他那个强。如果是他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在后面，我可以把他拽出来。真的，就这种路面就非常体现出空气悬挂的价值。我们现在进入了倒数第2段路，现在是完全已经是非铺装道路了。然后今天呢是5点59分日落，我们预计可能5点20，稍微有点紧张哦。我也是，我都冒汗了。然后看车的4驱也在紧张的工作着。上回这么紧张还是在冰岛过河啊？是吗？已经到那个级别了？还没到那个级别，但是差不多的心情吧。上回什么时候就不行了？上回在冰岛我们俩差点挂了，没给大家看过。这个光，这个干燥的感觉，以及植被和颜色，特别像非洲大草原。现在就差出现一只大犀牛了。通常这个地方都是越野车皮卡才会进来的，所以为了提高成功率，我们提前给这辆 L9 换上了 AT 胎，并且带上了脱困板、铲子、拖车绳以及备用油桶。而且因为2辆车都配有4驱和底盘升降，我们才顺利在日落前到达了停车场。OK， 我们终于到了历经千辛万苦的越野，然后现在它这个徒步路线其实没有特别远，所以我们把这个吃的水都拿了，还有2个三脚架，前面就在那儿。我已经能看到一些雏形了，苹果壁纸里的样子。哇，就是那个地方，那苹果壁纸就是在那个前面拍的，那个形状我都记得。Oh my god， 这真的又像另一个电影的取景地，我天！有点屌到，赶紧，光线快没了，像火星救援。对，这边就是另一个星球的那种感觉。哇塞，太牛了，这个地方，这可以列为我目前为止来过的最奇特的地方了。就像苹果里边的那个壁纸，它应该会离得更近一点点。但是我第一张从这边开始拍吧。
那是你的壁纸。我的壁纸。耶。拍。这拍的样子好猥琐啊！我天呐，每个人都在拍相机。这个地方呢叫 Red Pocket， 直译过来是白口袋。它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叫白脑花。然后现在呢，我们就踩在这个脑花上边了。一开始觉得错过了这个最后的光线，但是我发现这个最合适的果然还是日落之前。你看，带一点点这个夕阳的这个红色的云的这种感觉。就是去过了很多地方呢，会发现，这个地球上很多景观都是类似的。比如你在美洲看到的东西，在新疆可能也有，但是呢，每个地方又非常的独特，有它独一无二的这种东西。好漂亮，好漂亮！好像是这里，它的壁纸是从这个角度拍的。快来！好。我看了一下苹果，它拍的那个角度呢，比较高，我估计它是架了一个梯子拍的。因为今天到的比较晚，所以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探索这里。虽然现在近乎是满月，但当我们检查了 Sky Guide 后，发现月亮会在日出前2小时落下，也就是说，我们明早能有机会拍到这里毫无光污染的星空了。所以我们决定先回到车上铺上床，然后拿出在洛杉矶买的美国特产，好好享受一下荒野里的往上冲浪。现在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当当，走吧，跟我来吧。走吧。这个地方呢，它写的非常的清楚，你要在这边上厕所、大便的话，就需要挖出15厘米深的这个坑，所以铲子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这边呢，因为是完全这种自然的地方，它也没有厕所，所以它写得很清楚，你应该怎么处理自己的大便。来吧，我来给你挖坑吧。小排，你觉得哪儿风景好，我给你挖哪儿啊？我是瓜哥。我们找一个脱离这个主路线的地方。这块我看着非常平坦，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不错。好。哎。我给你测试一下，待会儿对准了啊。OK， 来吧，享用吧，专门为你挖的 ，for you。拉完了，然后再把它盖回去，盖。现在开始拉野史色画挑战啊！今天这个体验，我相信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深刻的，特别是设置好相机之后，拍完了岩石，拿上一把铲子来拉野史。忙碌了一天的季师傅开始帮朋友铺床。今天晚上邀请你们一起体验一下在理想里边露营的快乐。哎，我这个强制充电是不是得打开？现在开着呢，等下开录音模式的时候，它就是不会启动发动机的，就全部用它的电就可以。10几分钟后，Cherry，搞好了，邀请你们2个进去尝试一下。谢谢百万大 V 帮我们铺床。它这个车很方便的一点是，你看啊，你这个放倒之后，底下不是有空间吗？哦，我可以把鞋放这。你的鞋就拖这儿。哇，挺爽的。好舒服。你先躺平一下，感受一下看看。现在还可以，相对还可以哦。非常可以，不是还可以。然后你们要是有什么想热的啊，你们的冰箱还有加热的这个地方，你在这个中空平调的地方，你跟理想同学说就行了。它可以加到多热啊？50度。50度。嗯。
这叫真的可以睡一晚了。这个是真的爽啊！这是叫什么车中泊的5星级体验。OK， 那我们现在2辆车都进入了露营模式，接下来就是我今天晚上最期待的环节。因为呢这里没有信号，所以我们准备的星链让我们都可以连上网。大家可以看一看我手机上的画面，现在已经是 SOS 的状态了。这就是我们在美国无人区拍摄的晚上愉快露营的秘密武器了。第一次在荒野里面打开 Starlink， 这是它的接收器哈。你看它很宽大哈，但是其实蛮薄的。哦，这边是它的使用说明，我提前下好了它的 app。星链的使用非常简单，只需要把接收器对准开阔的天空。我们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就是把它夹在后天窗的玻璃下面，然后插上电源即可。李亮同学，关闭后侧天窗。好。李亮同学，停！李亮同学，瓜哥，当前网络不可用。平均能耗也就是30多瓦，而我们的理想 L9 内置了50度的电池和最大2200瓦的外放电插座，这简直就是一个超长待机的移动 WiFi。哇，出现了 Starlink 的 WiFi， 先连上。Searching for 什么？哎，动了。Starting optimizing connection。大家会不会好奇，在无人区已经没网的情况下，怎么激活星链？它非常贴心地赠送了1个小时的免费网络，用来在无人区激活账号并完成流量订阅。我们选了个可移动使用最便宜的套餐，$50 50个 G， 虽然很贵，但是正在定位，显示 Starlink 的连接了吗？36。哦，关，快，关掉！哎呦我，不是，太快了吧！当前网络不可用。你放心吧，马上就让你可用。李想同学，你连上网了吗？当然啦。理想同学终于在遥远的美国连上网络，而我的好奇心也终于能够得到解答。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风景非常的不一样我打算问一问，看看这位同学知不知道。李想同学，介绍一下白口袋风景区。白口袋风景区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北部的帕瑞亚峡谷，以其独特的石墨画景观而闻名。这里的白色岩石耸立在红色沙地之上，形成了超凡脱俗的外星般景观。白口袋风景区的地层主要由纳瓦霍砂岩组成，这些砂岩源自数千年来石化的古老沙丘。风和水的侵蚀作用将这些岩石雕刻成奇异而复杂的形状，形成了具有漩涡图案和不寻常纹理的景观。从苹果壁纸里边学习到的创意，给整个山体打光。那么我能想到唯一的可行办法就是用无人机。我们现在尝试一下，在这个完全黑暗中的环境。左边那个球是那个。感觉好神奇啊，这个画面我还是头一回试着用这种办法拍。当无人机缓缓升起，我也拍到了属于我自己的壁纸。我刚刚尝试的这个方法，就是我从这边开始一直飞往前边，这样我的光在移动嘛，然后呢再多停留在山顶上一段时间，给它打足主体的这个阴影和光比，就有了这个效果。你过来看一下，非常的立体。这一刻，我们俩像极了登陆一星的宇航员，操纵着地形扫描仪去获取到了这个星球的第一手资料。拍到这些照片的时候，我已经把前2天的所有疲劳都抛之脑后，不知不觉中天就亮了，而我们也终于见到了那张壁纸里的温柔的光线。反而是早上这种日出之前的余光照过来，然后还有后面这种微微蓝的感觉，更有那种外星球的感觉。它那个角度真的太难拍了，我觉得我就快找到了。好。
哎，什么叫风光摄影啊？就是要把相机放到别人放不到的地方去。哎呦，你还真别说，我这拍出了无人机的质感。好的风景总是需要漫长的跋涉，而我的使命就是记录下这些曼妙风景。美国还有太多地方值得被探索，而我们下一期将会去到生命最难以存活的地方。宝宝，回来找你啦！